欢迎来到今天的解析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布置家里的时候，常常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挑哪组沙发啦、墙壁要漆什么颜色啦，或者是木地板要选哪种纹路。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就在我们正上方那个无时无刻笼罩着我们、面积几乎跟整个房间一样大的区域。没错，就是天花板。今天的解析，我们就是根据一篇超级有趣的居家风水文章，来为大家做个深度的空间科普。我们要把焦点往上移，聊聊那些隐藏在你头顶上的隐形压力，保证让你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，重新认识你每天住的房子哦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你走进某个房间，明明坪数不小啊，采光也挺好的，但你就是莫名其妙觉得一阵胸闷甚至有种喘不过气，想赶快离开的压迫感。有过对吧？好，我们直接切入正题。这种感觉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你想太多，而是整个空间设计，尤其是你的天花板，在默默地对你的潜意识施加压力。接下来进入第一章，头顶的隐形压力。文章里提到，在风水学中，天花板就是家里的天，它其实象征着我们的事业发展，还有我们承受外在压力的程度。那到底要怎么处理这片天呢？马上进入第二章，天花板的基本法则。我们来看看怎么打造出那种头顶一片天的开阔感。这里有个超核心的概念叫做天清地浊。这4个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悬？但其实它就是非常科学的视觉平衡原则啦。简单来说，它规定天花板的颜色一定要是轻盈明亮的，而地板的颜色要相对深沉厚重一点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大自然嘛，天空是不是清澈透亮的？大地是不是沉稳厚实的？如果反过来头重脚轻，你绝对会觉得头晕，而且超级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天花板最安全、最能帮你释放压力的颜色，绝对就是白色、浅米色或者是淡淡的蓝色。这会让你的空间在视觉上瞬间长高不少哦。聊完颜色，我们来看一个超关键的数字200，也就是260公分。资料上特别强调，我们一般住宅的天花板净高度最完美的状态是落在280到320公分之间，这个高度最让人放松。但是注意一旦天花板的高度低于260公分，哇，那个空间马上就会对你产生心理上的压迫感。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莫名胸闷的最大元凶之一。如果你现在心里噔愣了一下，想说天哪，我家楼高就是不到260公分，先别紧张，我们这里有几个超实用的神救援方法。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干脆不要做天花板，让管线直接裸露出来，这不但立刻解决高度危机，还可以顺势走现在超夯的工业风，一举两得。第二招，你可以用镜面过金属这种会反光的材料，靠视觉错觉把空间拉高。最后，拜托绝对要放弃那种垂挂下来的华丽大吊灯，乖乖改用紧贴天花板的吸顶灯，或是直接藏进去的嵌灯。这几招绝对是现代设计里破解低矮空间的完美风水解法。接着我们来到第3章，终极化解横梁压顶。我们要来消除空间中的无形煞气啦。要知道，横梁在风水上就像一把无形的刀，悬在半空，会给我们带来很强的压迫感。这张表格完美的说明了横梁压在不同地方的惨烈影响，还有我们该怎么见招拆招。你看，如果是横梁压床，这绝对是睡眠和健康的杀手啊！久了真的会头痛失眠。最快的方法就是移床，或者用天花板把它包起来，再不然挂个葫芦吸煞气也行。那如果是压在沙发上呢？这可是会影响事业跟人际关系的哦。除了移位，你可以在梁下放个矮柜或是茂盛的盆栽来把压力顶回去。最后，如果是压书桌，这根本让人无法专心嘛。除了乖乖把书桌移开，你也可以用灯光把梁下打亮，消除那个阴影，或者在旁边挂支文昌笔来化解一下。其实除了头顶上的横梁，那种孤零零卡在空间正中央的大柱子也超级勒的。资料里特别交代，千万不要让柱子就这样突兀的站在那边，动线卡卡的，看了也心烦。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将计就计，直接把它包进系统柜里，或是绕着它做一圈展示柜。那如果空间真的不够做柜子怎么办？很简单，贴上镜面，利用反射的魔法，让这根大柱子在视觉上直接原地消失。最后呢，我们来到第4章，
造型灯光与潜意识，这是天花板设计的最后武器喽。大家知道吗？天花板的形状其实也会偷偷暗示我们的潜意识哦。我们来比对一下这两种最常见的造型。左边的圆形天花板在风水上就是象征圆满跟和谐啦，所以超级适合用在客厅或餐厅，对一家人感情满分。如果你在圆形中间加个水晶灯，配合方形的房间，这就是超完美的天圆地方格局。那右边的方形天花板呢？它给人一种稳定正直的感觉，所以特别适合用在需要你超级专心的书房或者是办公室。除了平面的形状，立体的层次也大有玄机。你看左边这种阶梯式天花板，它带有一种步步高升的超棒寓意，对事业运有很好的心理暗示。不过稍微提醒一下，阶梯不要太多层，不然看了会觉得很阿杂。相对地，右边这种倾斜天花板，在风水上叫斜山，它会让视觉重心歪一边，导致整个空间的气场很不稳。万一你家刚好是这种斜屋顶怎么办？教你一招，在比较低的那一侧装上够亮的灯具，用光线的重量把倾斜的视觉感给平衡回来，完美。说到灯具，这里有3个超级实用的搭配口诀，这完全决定了你天花板的重量感。第一步，只要天花板低于260公分，请你毫不犹豫选吸顶灯或嵌灯，保持顶部平整就对了。第二步，如果你家超棒，挑高超过300公分，那恭喜你，大胆挑一盏华丽的吊灯吧，让上方空间不那么空虚。第三步，也是我个人最爱的一招，不管你家多高多低，沿着天花板边缘装上间接照明，让光往上打。这招真的超强，它会在视觉上把整个天花板往上拖，制造出一种超级梦幻的漂浮感。总结我们今天这篇风水科普的精华，有一句话真的要请大家记在心里。天花板容易被忽略，却时时刻刻影响我们的潜意识。风水听起来很神秘，但其实拨开那一层面纱，它根本就是一门追求人跟空间和谐共处的空间心理学啊。一个好的天花板设计，就是在无形中帮你卸下压力，让你在每天下班关上家门那一刻，不止身体放松了，连潜意识都能彻底享受那种天高地阔的无比自在。所以现在就是现在，请你抬起头，看看你现在待的这个房间，天花板的颜色对吗？高度够不够？有没有哪根讨厌的横梁正压在你的头上？希望今天的解析有给你带来一些全新的灵感，让你好好检视一下自己的居住环境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稍微改变了一下头顶上的这片天，会不会发现生活中那些莫名其妙的压力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呢？动手检查看看吧。我们今天的解析就到这边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